还有 Stella 居家上班，除了网购多，诈骗也不停的冒出来。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之后，我们先回来到诈骗话题。投稿的是现任公务员网友嫣儿，平常生活简朴的他使用 Sweet Green 有一阵子了，这之间也都很谨慎，但最近认识了一个在广东二华公司工作的一位男生，做医疗机械的，说公司准备来台湾发展，他一个人先从安徽过来，算是领导阶层。说他住在基隆，每天往返台北40分钟开车上班，生活区就在中正区大安区。好啦，嫣儿也承认他是看人家帅才继续聊下去的。一开始聊天就是聊职业日常这样子，后来渐渐带到说他其实有副业，看 Bitcoin 比特币。那你们以为这样就要进入主轴？你要跟我一起玩比特币了吗？没有那么简单。他先讲个故事。第一任女友因为没房子没钱的关系，被对方父母拒绝，所以这段就不了了之。第二任女友呢，未婚妻白血病，但是骨髓移植要人民币250万，凑不出钱，所以未婚妻就因此过世了。再加上那时候公司破产，朋友背叛，心里很黑暗，还去看了心理医生。好，我前面讲那么多，结论就是他明白金钱的重要性，所以现在才这么努力，这是他的铺陈。那讲完这个故事，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就是要进入正题了吧？一起来操作，对吧？不过嫣儿第一次他拒绝了，因为他平常是以定存为主当做投资手段，那他也没有继续强迫啊。不过他开始建立一些更立体的人设，讲一些他儿时发生的故事。不过这样聊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拖也拖一阵子了。诈骗可是要追求 KPI 的呢，所以他开始情绪勒索，开始装可怜，想要确认关系。各位，不管是不是诈骗，另一半会情绪勒索的，都要小心啊！一回来打开手机，看到这么一大串，我会暴怒的。看到这边，我心中只有这张梗图。故事到这边，后来真的撸不过。一方面，男生真的是太帅了，帅哥流泪，老妈妈心碎。他想说，好吧，不然我就先下载来注册这个 AXA Trading， 跟之前的案例不太一样，这是经由正常的管道下载的哦。上面还有很多评价。第一次就是小金额一起操作，他会说几点几分买空买多多少钱这样子。期间嫣儿会 po 限时动态，那有他的朋友就说，这可能是诈骗哦，叫他去把钱拿回来。这时候他去领，是有把全额领出来的哦。领完钱刚好来一阵骚话操作，这真的是太刚好了啦。还有在5月21号的时候，他请苗栗的某个店家寄了糖霜饼干，这招真的蛮高明的，就是花了大概3250元，还写了卡片，内容我就放在这里了。这个我真的有点不太好意思念出来，看来我没有当诈骗的本事。但反而是以往的案例，我以为到这边是要骗关税，你知道收礼物那种骗关税。总之，这时成功的营造了很恩爱的假象。But 当嫣儿拒绝要下重本的时候，他们呢就又会大吵。那说要见面呢，他也会硬凹说我们又没有约确定的时间。暴气之余还不忘来句骚话，哇，骗你一辈子，这我要记起来。后来吵完架之后，可能比较知道嫣儿想要的是什么，所以开始耍撒娇想见面套路，像是表示嫣儿是他的救赎啊，从未婚妻阴影中走出来啊，很爱他啊，诸如此类的，也会传一些生活照来啊。话说现在3级警戒还是可以见面的，只是不方便内用。其他的男女们千万别被这种理由给骗了啊，因为前面的操作都可以领回，所以怂恿嫣儿去银行贷款。加上自己手上可以动用的钱，总共投了280万进去。你们想的没错，每当走到这步的时候，就会来骗个大的。老招出现了，缴税。7月3号，嫣儿被告知要缴200多万台币的税。嫣儿说她拿不出来，她朋友也不会借，也没有胆量再投钱进去了。结果就开始被洗脑要去民间贷款。对方中间有帮忙付了一些税啊，不过这都是老招数了。最后因为嫣儿的朋友架着他去报警，警察说麻烦整理一下资料再提供，
当下他虽然是被缴税，还有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被骗了等等的各种思绪陷入混乱，但好在他在整理前因后果的时候，意外的开始使用了各种以图搜图的软体，最后用 Photo Tracker 找到了本尊。这不是业配哦，原来他都是盗用一个韩国网红的照片。这时他就知道，自己的钱可能是拿不回来了。那感情上的背叛倒是觉得还好，因为他另有备胎。所以他看着对方气成简体字也没感觉。最后报警，钱应该是到海外，拿回来几率较低。至于中间送糖霜饼干的那个苗栗店家，会不会有一些资料呢？警方会继续查，不过也有可能只能抓到车手或者是人头账户。最后他想跟大家说的话，第一次被骗钱，虽然钱是还得起的，虽然一段时间会过得比较辛苦，但他希望遇到这种事的朋友，换个角度想，事情发生可能是注定的，或者是帮你挡灾，可能之后有更大的灾难或劫难被这个钱化掉了。他说他有微弱的灵异体质，曾经有预知过自己的劫难，但还是时间到了就中奖。那他想分享说，他之前就有朋友刚被诈骗集团骗完，没多久诈骗集团就因为车祸团灭了。为什么会知道呢？因为受理诈骗案的警察和办车祸案的警察是同一个人。车祸的时候对比伤亡者的时候才知道的。那另一个朋友也是被骗财，然后去问菩萨，菩萨就说花钱消灾，别多想了。结果有一阵子车关很多，车轮爆胎，结果时速100多，也毫发无伤。以上当然就是宁可信其有咯。那感情部分呢，实在是真的不用担心，因为又有新的男生陪他聊天了。现在是会放多线进行，所以他感情部分的精神损伤是0，只是钱没了很干而已。那我们就祝嫣儿幸福，也祝各位今后都能顺利。那请分享给疑似遇害的朋友，或者在 IG 上分享 tag 我也可以，像嫣儿的朋友一样，帮助他从混乱的思绪中脱离。我也是大家的朋友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